面对心仪的男生，他的表达很直接。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觉得我特别的美？又是什么让他做出如此夸张的动作？好累呀，要不我们别练了吧？他的有些动作呀，感觉过分夸张了。他百般央求特派员究竟有何目的？帮帮忙吧！天哪，我受不了了！人来人往中，两人又到底在寻找什么？他是勤劳朴实的技术工人，初次见面，光是对女嘉宾的背影就百般赞赏。感觉她穿着不是很浮夸，是那种比较文静型的女孩。为何见面之后，他的态度却是这样？我觉得应该她伸手，我再去跟她握手。男嘉宾又做了什么，让女嘉宾产生了这样的疑虑？我就担心以后跟他一起生活的话，两个人的生活会非常的无趣。两人的甜蜜互动又能否拉近彼此的距离呢？凡人有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好了，今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这位男嘉宾啊，他有一身黝黑的皮肤。我觉得他是小帅哥、小型男、小鲜肉。那赶紧，我们就通过一段 VCR 来认识一下他。大家好，我叫黄怡，今年24岁，然后身高1.78米，然后现在在轨道公司上班。本期交友男嘉宾黄一，24岁，身高1.78米，职业轨道公司职员，月收入4000元。我的性格特点呢，都是比较内向，比较腼腆嘛，然后但是跟人相处久了过后，我也还是比较合得来。我平时的兴趣爱好的话，我就比较喜欢运动，有时候啊休息的时候跟同事啊、朋友啊一起踢下足球啥子的。我的择偶要求就是身高能在1.60米左右，然后性格是比较活泼开朗，然后因为我自己性格比较内向，然后我就想找一个比较活泼一点、开朗一点的女生，可以带动我的性格。男嘉宾择偶要求：一、身高1.60米左右；二、性格活泼开朗。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我是真爱网情感顾问飞桃。我们的男嘉宾是一个身高1.78米的阳光小帅哥，业余爱好是踢足球。哎呀，说真的，我觉得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看到这种外形还比较占优的男生了哈。很期待你今天在节目当中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也希望我们的编导给你找一个与你非常般配的女嘉宾。此来男嘉宾呢是已经站到了我的身边，请跟他的亲友团对比一下，是不是皮肤黑好多？好，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二位。大家好，叫什么？我叫黄一。黄一，就是那个123的一是吗？对。因为你们家里就你一个男孩，是不是？就你一个宝贝儿子。是的。我问一下我们的亲友团吧，那个平时黄一他是很内敛的人吗？他是性格挺慢热的，就是需要我们来带动他进入那个气氛。那好吧，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女嘉宾在性格上哈，主要是性格对不对？对。能不能够跟我们的黄一搭拍得上？来的比较仓促，也没给女嘉宾准备什么礼物，然后我想现在去买一点小东西，可以吗？可以啊，这点觉悟是极好的。好，你赶紧去准备哈。就在男嘉宾去买礼物之时，我们的女嘉宾也赶到了节目现场。给我们透露一点点。比较哎，你好，你好，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哎，你就已经到了现场了，我还以为你还有一会儿呢。不能让人家久等了呀。是的，好像你家住这里挺远的哈。我今天是从江北那边过来的。辛苦了，辛苦了哈。不辛苦。好嘞，给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严雪，今年22岁，目前从事的职业是商演主持，身高1.63米，在这个行业算是比较矮的，但是呢，鉴于我个人的优秀发挥，所以说现在的工资也能达到5、6千、7、8千的样子。本期交友女嘉宾严雪，22岁，身高1.63米，职业商演主持，月收入7000元左右。除了商演呢，我平时也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就是演话剧。演话剧呢是在舞台上一种特别浮夸的表演，但是这种表演可以让人放开自己。其实我以前呢是一个特别内敛的女孩，很害羞的，就让你看我一眼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脸红的那种。
就是因为演话剧，然后现在站上商演的舞台、婚礼的那种主持舞台，都会让人感觉很自信。不知道性格如此活泼开朗的小雪会有着怎样的择偶要求呢？我对男嘉宾的要求呢，只要在175以上，有健康向上、积极阳光的心态就好了。我这个人比较特别，遇到自己喜欢的就一定会努力的去追求。女嘉宾的择偶要求：一、对方身高在1.75米以上；2、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小雪你好活泼开朗哦，一来我们现在的这个氛围就特别棒了哈，一下气氛就燥起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就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是吧？长得还不错哎。来，你好，你好，我叫严雪。好吧，其实来小雪，其实我跟你讲哈，这是这位是来，我正式给你介绍了，这位呢，其实才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黄一，这一位是他的亲友团。好，站在你们俩中间，这位女生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小雪。好尴尬呀，是很尴尬，我也觉得很尴尬，我都来不及给你解释，你就自然熟的就把我们的亲友团认定为男嘉宾了。没想到后面来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男嘉宾，有点尴尬。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啊，演员什么的让我感觉眼前一亮。还是很喜欢他的身高，也符合我的要求。其实女嘉宾给我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好那种，然后也没达到我心中那个期待值嘛。那个你好，我叫严雪。你好，你好。哇，看你都跑出汗了，来，跑出汗。哎呀！天哪！小雪呢想用一张纸化解现在的一刻的尴尬。黄奕，你是去买礼物了是吗？买见面礼了，买到了吗？买到了。花儿是给我的吗？对，来。谢谢。收到礼物怎么样？开心。这一见面就收到了鲜花。好，那既然我们正式已经见面了哈，接下来我们黄一男孩子主动一些。接下来的约会你准备怎么安排？我想的是就是先逛一下街吧，一起。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他也给我递餐巾纸，然后后头我觉得他性格那些还是比较好，然后我也愿意多跟他交流一下，然后再多一些了解嘛。尽管男嘉宾坦言女嘉宾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期待值，但女嘉宾开朗的性格最终打动了男嘉宾。不知道两人接下来的相处能否擦出爱的火花呢？那你平时的工作是什么？去个公司里面上班。不错啊，那个1个月应该能拿到不少钱吧？还好嘛，因为我才进去没得好久，工资在4000左右吧。也不错啊。你是做啥子的？我现在就做一些商演主持之类的。那应该工资挺高的吧？如果说没有意外的话，单子接得多的话，1个月7、8千还是可以的。哎呦，那还是挺高的哈。还好吧。一个单子就已经超过了你1个月的收入。那还是挺好的吧？我的目标也是那个样子。因为他工资比我高嘛，然后他感觉他的表现都比较有点炫耀自己那种意思，然后让我也有一点不舒服，也有一点尴尬嘛。那你有没有带过学员之类的呀？因为我都才进去不久嘛，我也才从学院出来不久，所以还没有带新的学员，可能还要过几年吧。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去那种轻轨公司上班嘛，人家才去1个月就已经带了1个学员了，然后他师傅把学员分给他带。那可能他能力比较好嘛，做事情比较好嘛。我觉得我要收回对我们女嘉宾的阳光开朗、可爱、自信的评语，因为我觉得她开始雷人了。妹子居然会对着镜头说我在努力的找她喜欢的话题呀。那妹子，你找的所谓的她喜欢的话题，就是不停的去踩人家
啪啪的打他的脸的那些话题吗？比如说什么我一个单字就是你1个月的收入啊，哈，你还没有带学员呐，我的叉叉叉朋友都开始带学员了呢。我觉得带学员这么无聊的话题，你确定人家很喜欢吗？而且你这种把自己捧得高高的，把人家踩得低低的这种方式，还有那些炫耀的微表情，你觉得男生会喜欢吗？如果说你的眼睛能看到镜头里的你们2个人的话，你可能会发现男生真的是对你很不了然，他现在对你的感觉不会很好。那你今天见了我之后，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说呢？其实长得还是挺不错的嘛，然后各方面也还多好的。哦，那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觉得我特别的美？ Oh no！ 我觉得他的有些动作呀，感觉过分夸张了，感觉让人觉得有点浮夸那种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女娃儿嘛，在外面活泼是活泼，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夸张了嘛。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比较简单，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就一定会极力的去争取，所以说才会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那么积极，尽量的找他喜欢的话题，然后表现出更好的一面，让他看到我更好的一面，能够让他喜欢。既然你对我的印象还可以，那有没有那方面的好感？因为我性格本来就比较慢热，然后也不能说就有啥子好感了，慢慢来嘛。哦，没关系，我这个人性格很好，很好相处的，有什么顾虑你都可以不用顾虑。男女嘉宾在聊天的时候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女生呢是沉醉于自己的各种表现啊，包括觉得很得意的话题呀，包括自己的可爱的微表情啊，但是男生的反应是顾左右而言他，然后甚至拿出了手机在那里玩了一下，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信号，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以及你这个人没有兴趣。女嘉宾夸张的表现让男嘉宾感到有些尴尬，在接下来的聊天中，男嘉宾也开始变得心不在焉。休息时间不是特别长，然后那时间特别长的时间去干其他事情去。因为他聊的一些内容我也不是特别的感兴趣，然后所以我表现的也不是特别的在意，也有点心不在焉的嘛。对于男嘉宾冷淡的反应，女嘉宾也告诉了我们她的想法，就太腼腆了，有点放不开。我想通过一个不一样的方式让他放开一点。我觉得小雪给我的感觉是古灵精怪的哈，那你有什么鬼主意啊？因为我的业余爱好这一块不是喜欢话剧吗？我想，启发他，带动他，是这样吗？算吧。一会儿你是让他跟你一起演吗？还是你演了给他看？那一起演和我演他看的话，肯定是一起演的效果要比较好一点。哦，厉害，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哦。帮忙吧！好，那这样吧，我就陪你过去，然后我们问问黄一，他觉得怎么样？好，征询一下他的意见，好不好？女嘉宾希望通过演话剧的形式，向内向的男嘉宾放得更开。那么，内敛的男嘉宾会答应女嘉宾的请求吗？演话剧啊，但是我也没接触过那方面的嘛，不晓得得不得行呢。小雪不难是不是？不难很简单，尝试一下，给自己一个机会，也不要让人家女生主动来邀请你的。好不好？好吗？尝试一下。一番商量之后，两人决定模仿电影《东成西就》的一个片段。哎呀！师妹，小心一点啊！师兄，林之涛眉来眼去间好累哦，还是不要练了啦。每一招刺出去都要眉来眼去的，的确很伤神。不如我们改练情意绵绵刀。情意绵绵刀啊！我怕你把持不住哎。Oh no！ 为什么选这个片段呢？其实我也是有一点点小心思的。因为这个片段里面的男女主角有一点点的轻微的肢体接触，我呢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近一点我和男嘉宾之间的距离。接下来，两人进行了一番简单的练习。
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呈现中，男嘉宾能否放开自己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师兄，我好累呀，要不我们还是不要练了吧？师妹，我们不如改练情意绵绵刀吧。情意绵绵刀啊，我怕你把持不住哦。还记得上次我们在山上练干柴烈火掌的时候吗？哎呀，你好讨厌哦！如果不是我极力挣扎，我们早就犯成大错了呢。师妹，你可要搞清楚啊，那次极力挣扎的可是我呀。我其实觉得有特别的拘束，然后特别的放不开嘛。因为说实话，我不是不愿意去放开，只是对那个东西特别的不感兴趣。虽然说他后面还好吧，不过呢，最后和他有了一定的肢体接触，让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开心。哎，开心吗？开心。刚刚看到二位耍那个情意绵绵刀的时候哈，我们旁边的所有人都觉得这真的好像是练了很久的情意绵绵刀结果没想到你们是第一次合作，还挺有默契的。对，黄奕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好，在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擦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和电流啊？这不知道怎么说。又开始害羞了，黄奕又开始害羞了。那好吧，这样子，今天呢，二位已经互动了哈，也聊了不少，接下来就该到我们做最后选择的时间了。主持人，我可以提一个要求吗？你说，可不可以先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去就回？时间1分1秒的过去，女嘉宾仍然没有回到现场，她究竟是干什么去了呢？半个点了都。不知道她去哪里了。对，然后这样子，干脆一个女孩子在这些地方哈，我们还是去找一找，好不好？好的。去看看我小雪到底去干什么了，不放心。好。好吧。楼上也没有，楼下也没有，这人跑哪里去了？不知道去哪里了。我们一人望一边吧。好。我就不知道小雪到底去干什么，让人太操心了。录节目录成这样。两人见面之初，小雪就对男嘉宾一直有好感，难道在最后关头，她却选择了临阵脱逃吗？让我们把时间回到20分钟前，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吧。在做抉择的时候，看到男嘉宾好像还是有一点不开心，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呢就想着要去问一下他的朋友，他到底喜欢做什么。我想可能是他要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应该就可以放得开了。可算是找到你了。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问吧。你知道黄一平时都喜欢做一些什么吗？他平时就只喜欢踢足球，其他也没什么了。就没有其他的了吗？没有了，他真的比较喜欢踢足球。好的，谢谢。他这个人比较喜欢足球，所以呢，我就在这个附近都找了一遍。想一想可不可以找到一个足球场，或许他就可以放得更开，我们有进一步的接触。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也有了意义。就是爱你爱着你，甜蜜又温馨。那个是不是？哪个？那个。看看。是吧？马路对面啊。对，应该是吧。我们走快一点哈，把他叫住，快。小雪。走人行横道，你过来。虽然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找到足球场，但是我心里面看到男嘉宾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开心的。
你知不知道多危险呢？我们看到你在那个马路对面那么多车，你干嘛去了？我在对面呢嘛，对面没车。不是，关键是你去干什么了？我们等了很久哎。哦，就是因为刚刚男嘉宾的朋友嘛，我去问了一下，他说男嘉宾喜欢踢足球，我就问了一下最近这个附近有没有足球场，这样可以增加一点互动，增加我们之间的感情沟通嘛。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足球场嘛？这是一个商业区，足球场要到那边去了，你要找很久的。还是比较感动的，因为一个女生嘛，然后晓得我喜欢运动，然后喜欢足球那方面，还有因为我去找那些足球场啊那些，然后心头其实还是挺感动的。光是感动吗？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了，好不好？好。哎，那既然这样，你也休息一下，我就为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要选择的一个规则，好不好？因为接下来就是到我们选择的时间了。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正前方呢有3扇门，你们都看到了哈。然后一会儿你们就各自走一扇。男生走左边，女生走右边，好不好？如果说你们那个愿意选择牵手成功的话，就走到中间那一扇门；如果说不愿意选择的话，就转身离去就可以了，好不好？一会儿我数3、2、1之后，你们做出最后的抉择。那在这之前，给你们几分钟的时间做最后的修整和考虑。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好的，听我口令，3、2、1，请选择。天空啊，下着沙，别再笑我太傻。你就别那个女嘉宾不是我特别想找的那种类型嘛，可能也是一种演员的问题吧，缘分没有到。节目的最后，男女嘉宾没有牵手成功，准确的说是我们的女生看上了男生，而男生几乎是转身夺路而逃。为什么呢？我觉得他也很不容易，他忍到现在。小伙子，我觉得修养是一流的。现在要说女孩子了。open 这2个字送给你。我们知道 open 这个词呢，在英文当中有很开放，很开朗的一个意思。但是有时候开朗、开放和大大方方，以及过分的，怎么讲呢？就过分的浮夸，它之间其实是有微妙的差距的。我觉得今天的女嘉宾是没有掌握好之间这个度。像你很多时候有一些那种强人所难的要求哈，都不说你之前那些失败的所谓的他喜欢的话题了，那个什么一起去表演话剧啊，还有那些夸张的表演啊，那些微表情啊，你真的会觉得你自己很可爱，那是因为你跟你很熟啊，你跟你自己很熟，但是别人跟你不熟，男嘉宾跟你不熟，我也跟你不熟，不要说他了，像我这样一个同为女性，而且是一个博爱的大姐，我看到你我也觉得不可爱，我觉得尴尬症要发作了，这就是因为你错误的判断了你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的位置，你把你自己想象成我这么乖，他们也会觉得我乖呀，一点都不乖。而且最可怕的是，你让他跟你演那个戏，你看他的表情有多么的痛苦吗？他真的是一直在配合你的演出，但他演的是视而不见，对你的那些各种尴尬症，他都拿出了最好的修养。顺便我要跟你说，妹子，那出戏为什么选错了哈？除了极力挣扎的真的是他之外，那出戏最后大师兄是没有爱上小师妹的，大师兄爱上了三公主。好的，刚刚呢就是我们今天第一组相亲嘉宾的情况，那赶紧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第2对相亲嘉宾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他是勤劳朴实的技术工人，初次见面，光是对女嘉宾的背影就百般赞赏。感觉她穿着不是很浮夸，是那种比较文静型的女孩。为何见面之后她的态度却是这样？我觉得应该她伸手我再去跟她握手。男嘉宾又做了什么让女嘉宾产生了这样的疑虑？我就担心以后跟他一起生活的话，2个人的生活会非常的无趣。2人的甜蜜互动又能否拉近彼此的距离呢？凡人有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那在这样清爽的早晨，让我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让人看着很清爽的男嘉宾。他呢是从事的是一个技术工种，每天呢都跟那个零件和机器打交道。虽然尽管是这样哈，但是他看起来那一身可不是干这个工作的。那我们赶紧就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我是肖明，今年27岁，来自湖北，现在在江北的一家工厂里做数控机床工作，收入是5000左右。本期交友男嘉宾肖明，27岁，身高1.72米，职业数控机床，月收入5000元左右。我是一个比较踏实、喜欢吃苦耐劳的人。由于工作的原因，平时的时候与那些机器啊和零件打交道，在和女孩交流的方面呢，没有经验，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差。我是一个比较注重眼缘的人，就是第一印象比较重要。我希望，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特别喜欢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想找一位知书达理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适合过日子的人，我希望对方也是这样。第三就是现在到了结婚的年龄了，我的父母在湖北为我已经准备了一套新房，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找到梦想中的他，然后早日结婚。男嘉宾的择偶要求：1. 注重眼缘；2. 对方要知书达理；3. 跟自己回湖北早日结婚。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呢，我觉得外形非常的棒，因为他的职业其实是做那个操作数控机床的，应该算是技术工人，但是他的外形真的很像一个很儒雅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像一个金融界的人士。很少看到男生直男能够把自己收拾的那么干净清爽，而且穿得非常的有质感，讲话呢也是逻辑清晰，然后慢条斯理，诉求呢也非常的清晰准确，就是我想找到一个有眼缘的知书达理的女生，而且要跟我一起回我的家乡去，因为父母已经准备好了婚房。我就奇怪了你说这个外形这么好的男生，为什么在我们重庆竟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女朋友呢？所以才来上凡人游戏，对吗？所以看看我们今天编导能不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难题。再看我身边的这位就是男嘉宾了，觉得他是像做技术工种的那个工作人员吗？赶紧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叫什么？我叫肖明。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我们重庆人啊。是啊，我是湖北人，我是外地的。湖北，然后毕了业就在我们重庆定居工作了。是的，已经来了5年半了。5年半了，你都没有交到女朋友吗？由于自己工作的原因，然后时间比较紧，怎么说呢？没有和女孩打交道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我比较注重第一印象。我想，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很喜欢她，要有那种感觉，喜欢一见钟情的感觉。是的，是的。到底第一点有没有眼缘，一眼能不能看上呢？我就赶紧把我们的女嘉宾给请出来，你就看一下好不好？主持人，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说。我怎么说呢？我可以一般情况下来说，我通过一个女孩的背影能够看出她的，能猜测她的性格。哎呀，你有这种特异功能？一般情况下，所以我想能不能在她出来之前，我先看一下她的背影，想先了解一下她，可不可以？原来我觉得是应该会很死板的一个跟机器打交道的一个男生，原来还有这样的套路。行，好的，我就满足你。一会儿呢，我就让我们女嘉宾准备好，我们就约定一个地方，然后你就看看她的背影，然后远距离的给出你的第一感觉，好不好？好的，谢谢。我们前面的不远处那个栏杆旁边站着那位女生，就是我们今天女嘉宾了。她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晶晶。是的，名字是很好听，她的背影也很好看。直接就给出感觉了吗？现在是感觉她穿着不是很浮夸，是那种比较文静型的女孩，应该是。你是不是喜欢什么都中规中矩的，然后女生文文静静的那种？算是吧。那行，我们干脆走近一点，我们来揭晓我们女嘉宾的庐山真面目，好不好？好的，来，去吧。你好。你好，我叫唐晶晶。你好。今天的女嘉宾。你好，我叫肖明。大家好，我是唐晶晶，今年23岁，现在是一名护士，月收入大概在6000左右。本期交友女嘉宾唐晶晶，23岁，身高1.60米，职业护士，月收入6000元左右。
我平时是一个活泼开朗、健谈的女生，我喜欢弹古筝、尤克里里，还有吉他。我喜欢弹乐器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平时下班的时间弹一下这些乐器，可以让我达到一个身心放松、提升自我、陶冶情操的功能。唐小姐真是多才多艺呀，不知道这么优秀的她会有什么样的择偶要求呢？我想找一个比我大5岁左右的男生，因为我觉得大5岁左右，他的心理啊各方面都要成熟一点，比较会照顾人嘛。然后我还希望就是他可以跟我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我们就是共同话题会多一点。我想找一个志同道合一点的。女嘉宾择偶要求：一、年龄比自己大5岁左右；2、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好了，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女嘉宾。我觉得女嘉宾她让我想起就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女生，就是那种看起来非常的文艺温柔外形不算是特别出众，但是气质很甜美的那种女孩子。而且她的爱好也非常的有意思她喜欢弹各种的弦乐尤克里里或者是吉他。我觉得一个女生你说做护士这样的职业本身就已经挺讨人喜欢了，加上又有一些那么文艺清新可爱的爱好，应该说是一款比较讨直男喜欢的类型。然后呢，握个手啊。你好。你想直接拥抱上去吗？也可以。不是的，看木了已经。我记得以前在书上看过，女孩和男孩见面的时候，必须要女士先伸手，要有礼貌。我觉得应该他伸手而再去跟他握手。彬彬有礼，戴个眼镜，然后穿着那个白衬衣，给人感觉很干净、很斯文。总的印象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应该是我想要的成熟稳重的类型。看到女嘉宾正面的时候，她比较喜欢笑，人也比较随和，感觉她比较文静，是那种比较可爱型的女孩。那接下来我想请问我们男嘉宾，你想如何进行今天的约会？因为江边的风景不错，我想带着我们的女嘉宾在江边走一下，散散步。走一下，吹吹江风，然后你再温柔的给几句赞美，好吗？来，我想还是要征求一下我们女嘉宾的意见，觉得怎么样？散步啊？好吧，没想到呢，第一次约会男嘉宾就约我在这个江边散步，也不是不可以，这里风景也挺好的，但是今天天气稍微有点热，然后我也勉强的答应了嘛。OK， 进行你们的约会吧。来重庆多久了呀？来重庆5年了。来重庆工作的话，是因为当时学校毕业了就直接分配过来的。那你平时上班都是在干嘛呀？平时上班就是操作那个机床，然后制作零件，比较单一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天气有点热，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下吧？好。感觉散了一会儿步呢，我觉得还是太热了，有点受不了。可能男嘉宾他也是因为是男孩子嘛，没女孩子那么细心，没有考虑到就是这个天气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坐着聊一下天吧。我们就坐在这里聊一会儿吧。好吧。我们就在这里嘛，这里太阳照着，感觉好刺眼，好热。要不我们还是找一个可以喝点饮料的地方吧，那边好像有一家店，我们过去吧。好的。男嘉宾他也没有提出就是去一个凉快一点的一个店里啊，或者奶茶店什么的呀，可以喝点东西什么的。我觉得这点的话，男嘉宾他考虑还是有一点欠缺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担心消费呀、花钱什么的。好了，我现在终于知道我们的男嘉宾为什么以他这么儒雅的外形，在我们美女如云的重庆城竟然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了。这个原因就是呆，他真的太呆了。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么热的天，他让女生在阳光暴晒下去散步，散什么步啊？马上就要中暑了还散步。然后女生说我们可不可以坐一下？好啊，去坐路边那个凳子，你看太阳晒得更好了，我们在那里马上可以把自己晒成烤猪。真的，我觉得男嘉宾你的那个情商啊，我觉得不是0分是负分。
太可怕了！这要是一部爱情剧的话，真的是没有半集你就死定了。赶紧的，快点去向我们的小红娘讨招数，赶紧的挽救一下你今天的所有的形象，不然的话，你今天很有可能牵不走我们的女嘉宾。男嘉宾的木讷让女嘉宾感到有些不满。接下来，男嘉宾你可要更加主动一点才行呀。男嘉宾他也没有表现出很细心，然后也没有给我就是拉一下凳子啊，给我拿一下那个菜单啊，帮我点一下饮品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还是不太满意。见到两人如此尴尬的氛围，特派员也终于忍不住要上前提醒一下有些木讷的男嘉宾了。那个少年坐下来歇歇脚之后，因为今天确实你看大中午了哈，太阳出来了，很热。然后我相信现在你们都应该很渴了，是不是？是的。对，你看那个今天晶晶啊，刚刚你们在外面还是走了很久了。是的啊，然后女生嘛都需要水的滋养的。明白了，是不是？明白。赶紧。晶晶，你想喝点什么吗？随便，看着点吧。好的。男嘉宾，你平时喜欢做什么呀？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啊？我是一个人来重庆的，这边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所以下班了之后一般就喜欢看电视，然后我的有些同事喜欢打牌和打游戏，我也没有说很强烈的喜欢打游戏啊什么的，和他们也不怎么合群，所以一般休息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待着。男嘉宾的工作呢，都是跟一些机器啊、零件打交道的，成天都是上班，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我就担心以后跟他一起生活的话，两个人的生活会非常的无趣。你平时的话都是待在家里边，也不出去多走动，那你的生活还是很枯燥哦。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多出去走动，多结交一些朋友啊，多跟朋友一起玩一下，这样子长期待在家里边，不觉得很闷吗？现在女嘉宾呢，对我们的男嘉宾有一个点很担心，她觉得男嘉宾的性格那么木讷，有可能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会没有共同的爱好。我觉得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妹子，因为婚姻的本质最后就是能不能吃到一起，能不能聊到一起。而我们的男嘉宾加上之前的那个表现实在是有点糟糕，就是情商那么的有点问题哈。那如果说他又没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跟你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想一想未来的生活似乎是不太有可期待的点，但是怎么讲呢？有时候爱好是需要培养的，有些话题需要去激发的，所以我觉得妹子多给他一点机会，聊一聊，看看两个人之间能不能找出那个共同的点来。我还是有一个疑惑，因为我想回湖北发展以后，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我还是有一个顾虑，就是我准备就是想在结婚以后就回湖北，因为我的父母在湖北给我准备了房子，我是计划想在这里找一个女朋友，然后和我一起回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不知道你的意愿。是这样的，男嘉宾，因为我从小就生长在重庆嘛，我的父母，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重庆，然后现在呢，我的工作基本上也已经稳定下来了，就是在这边当护士嘛，然后工作比较稳定，可能不太想去其他地方发展。如果我跟你过去湖北的话，那我的父母啊，我的朋友啊，这些就是在那边感觉都距离太远了，他们也不会同意我去到那边的。然后我感觉我失去的太多了，我要另外找工作。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重要，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慎重的考虑一下。没有想到女嘉宾的态度这么坚决，但是我还是想争取一下。好了，那今天我们的相亲呢也进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了。那在这之前哈，我还是要听听我们男嘉宾最后对我们女嘉宾的一番表白。经过了今天的相处呢，我感觉我们女嘉宾在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她的不管是形象啊，还是兴趣爱好啊，多才多艺啊，我感觉都比较好，所以我希望女嘉宾还是可以考虑一下。那一会儿我们的选择规则就是这样的，小明呢就原地不动，我们晶晶呢就到这旁边好好的思考一下。
想一想，如果你同意答应跟小明有这一个牵手的话，然后你就回到原点。如果说你觉得还需要再考虑一下的话，没关系，就不用再出现在小明的视线里了，好不好？可以可以。好，我们期待2位的结果。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好了，节目的最后真的是令人伤感的结局。好了，我不想这么虚伪了。其实男嘉宾没有牵到女嘉宾的手肯定是必然的，因为他确实怎么讲呢，就是你会看到一个人哈，在婚恋市场上，他为什么外形那么好，他为什么那么漂亮，他为什么条件那么光鲜，他却找不到对象，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只要你跟这个人一接触，慢慢就会知道，哦，原来是有这样的致命伤，所以他不能够怎样。我觉得男嘉宾其实就是今天很好的诠释了这个原因，那就是呆。虽然外形很儒雅，我再三强调说，真的是超出了他自己的职业哈，给他带来的那种可能大家一般的想象会觉得技术工人可能会穿的比较随便一点哈，就算很整洁，但是不会那么精致。是的，在外形上是有加分的，可是跟女生一接触，你就会发现真的很呆，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女生，不知道怎么样去从女生的需求出发去为她考虑。我觉得男嘉宾在恋爱这门功课上面真的需要好好的去学习。2位嘉宾牵手失败了，但不管怎么样哈，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说有看到他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闪光点，觉得他们还不错，那么就可以跟我们发生节目组取得联系了。而我们的电话是68615868。好，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2对嘉宾的相亲情况。他有过一段不美好的感情经历，一心想找为爱专一的另一半，对感情要专一的。而他从没交往过，就如同一张白纸。我因为从小学习太认真了，所以一直没有耍过朋友。他们甜蜜互动期间发生了什么，让女生说出这样的话？他应该对我也没得啥子兴趣的。男嘉宾到底又是怎样的想法呢？外表相配的两人最终能否牵手成功呢？凡人有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凡人有喜，我们等你。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2对嘉宾。那么来到本期节目中的女嘉宾呢，是一位在感情当中受过伤害，所以呢这次来啊，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位能够给予她安全感的男生。这个时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期的女嘉宾。大家好，我是王静，今年21岁，从事美甲工作，月收入5000。本期交给女嘉宾王静，21岁，身高1.60米，职业美甲师，月收入5000元，婚姻状况未婚。我的兴趣爱好是跳舞，还有看书，还有比较喜欢户外运动、旅游。我耍过一次朋友，因为他劈腿，所以分手了。我的择偶要求是要有眼缘，还有就是要有上进心，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就是对感情要专一的。女嘉宾择偶要求：1. 有眼缘；2. 有上进心，有稳定工作；3. 对待感情专一。刚刚有看到你的一个个人介绍啊，当时呢，你比较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好像在过去的感情当中受过一些伤害，是不是？对的。你说那段感情应该是你的初恋吧？是的。初恋中受到伤害，应该说对以后的感情影响大不大？应该多多少对，还是挺大，有挺大影响的。那所以今天呢，你也在跟编导私下的沟通中呢，反复强调，然后呢说是要找一个有安全感的男生。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个安全感？比如说安全感的话，我觉得他异性朋友可以有，但是我觉得他什么事应该对我说实话。不管出去做什么。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如果这个男生他对你很好，能够给予你安全感，但是呢，这位男生他的工资比你低，你能够介意吗？也就是说，可能在物质方面并不能给予你太多的帮助。我觉得吧，如果他对我好的话，我能接受，工资比我低。你现在月收入好像是5000。对。你觉得男生多少钱的是个底线？
就我觉得3000以上吧，3000以上就可以。我觉得这个要求应该不算太高，不高，真的不高。我觉得找一个只要他对我好，然后就是比较有安全感的男生就好。好的，那我男嘉宾呢已经来到节目现场了哈，因为呢。男生呢就提出说，希望今天能有一个邂逅的见面方式，所以呢，我现在要先去接我们男嘉宾，你呢就找个地方先等着我们，好不好？好。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约会的第2对男女嘉宾。我们的第2号女嘉宾呢是一位美甲师，皮肤雪白，长相很可爱甜美。她的要求是一定要专一，因为之前有过被劈腿的经历，非常的不愉快。可是小妹，我要告诉你哈，劈腿和被劈呢，这是一个人性非常难以面对，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可能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它不是说得过一次就会终身免疫的。如果你非常在意什么专一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我找一个人，你说你专一哈，他这一辈子就会信守这个承诺的，因为人生是变化的。旁边这位呢，就是今天的男嘉宾小邓啊。我是今天的男嘉宾，我叫邓小超，今年24岁，从事销售工作，月收入4000。本期交友男嘉宾邓小超，24岁，身高1.70米，职业销售，月收入4000元，婚姻状况未婚。我的兴趣爱好是打篮球、唱歌、打台球。我因为从小学习太认真了，所以一直没有耍过朋友。我喜欢的女朋友是一种活泼可爱，长得像那个明星丽丽一样的，但是我希望那个女儿有那个固定的收入，和我维持那个家庭。男嘉宾择偶要求：1. 活泼可爱；2. 有稳定工作。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男嘉宾，24岁，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原因是因为从小到大读书太认真了。天哪，男嘉宾，听了你的理由啊，我觉得作为学霸的话，心里都要哇凉哇凉的。我觉得我回去就要跟我的娃说，你不要那么努力了，妈妈不要你那么用力的去读书，不然你就会像这个男嘉宾叔叔一样，你看长那么大了，24岁没谈过恋爱，而且工作好像也不咋地啊，一个月才4000块钱，这都是因为太认真读书造成的。你觉得你这个理由真的合适吗？而且啊，我还很担心我的娃要是太努力用心读书，像你一样品味还挺高的，一找就要找那个倪妮那样的女朋友，那怎么办呢？那不是要打一辈子光棍吗？所以我觉得看了这期节目，大家都会心里想一下，我们要不要用力读书，好好读书这个问题，是吗？好，开个玩笑哈，其实男嘉宾用心读书肯定是没错的哈，都应该好好的去读书，但是把自己没有谈过恋爱归咎于我读书太认真的话，那可就不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谬论，读书归读书，恋爱归恋爱，这是两码事。跟我聊一下你的择偶要求好不好？我的择偶要求啊，我喜欢一个比较活泼开朗的女生。然后呢？然后工资大概跟我差不多就行。如果说这个工资啊稍比你高一点，能够接受吗？高不到好多的话都可以接受。那你担不担心别人会介意你工资比他低呢？不介意吧？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在这最近的3、5年，我也没有什么结婚的打算。没有结婚的打算？对啊。你今年多大？我今年24。24。那你报名我们节目的目的是？我是想找一个女朋友试一试，看有没有等我工作稳定了过后再考虑结婚。想找个女朋友试一试。哦，我想起来了，你过去好像是没有情感经历，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现在来我们节目是想找一个人，然后来体验一下谈恋爱的感觉。对对对。我个人的意见就是你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这个结婚或不结婚就是这个范围划定的那么死，但是我建议你今天接女嘉宾时候把这话要主动告诉别人听，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我觉得还是要以诚相待。对对对对对。OK。来，你今天不是提出吗？说想能有一个邂逅的见面方式哈，虽然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安排，但是呢，我已经把女嘉宾叫到那边去了，在等着你了。那剩下你就自己来安排咯。好的好的。一位没有过感情经历的男生，一位受过情伤的女生，两个年轻人的相亲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之前有没有耍过朋友啊？没有。哦，我之前耍过一次，但是被劈腿的。我想问一下，你对就是耍朋友的观点是啥子？啊，我平时耍朋友耍得少，没啥子太多想法的。平时都是拿起时间去读书了，都没耍过朋友，没啥子想法。因为有过一次被男朋友劈腿的经历，然后我觉得他现在也是没有耍过朋友，我觉得应该可能对爱情相对于这方面来说应该比较纯真，感觉这一点还是比较符合。女嘉宾跟我说她曾经被劈过腿，我认为她被劈过腿的话，以后在生活中肯定对我管得很严，在各方面都要管到我。其实我都不喜欢那种被管到起的生活。那你现在是做什么行业呀？销售。你怎么会想到去做销售啊？我觉得年轻嘛，多出来跑哈儿。你平时一个月收入好多钱了？平均5000一个月。平均5000一个月啊？那还是多不错的噻，比我工资还高点儿。我一个月就只有4000块钱一个月哟。我每个工作都是找钱的时候可能找到多钱，找不到钱的时候可能钱有点少哦。我能接受。主要那个女娃儿可以独立一点儿，因为我的不能支付女生很多，比如其他的开销那些。可以啊，我觉得我一个月工资自己还是够用。还是不错。对了，我有个事情，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多年轻，我才24岁，你也才21岁，也不大。可能我在最近的3-5年，我也没打算过结婚的那个，我还是觉得男的要先帮那个事业稳定了才结婚。我觉得看你方面还是意见没得。这个。你平时喜欢干啥子啊？我比较喜欢户外旅游，还有就是看一些比较有趣的书。那你喜欢去打台球那些啊？打台球还好吧，对那方面的了解不太多。我平时是喜欢打下台球，跟朋友几个，就是一起还就是耍一下打台球那些。有这个兴趣爱好还是多好的。还看下午有空的嘛，下午有空去打下台球。下午我应该有时间。那可以去试下吃吧。可以啊。不对，女嘉宾不是很满意。因为我喜欢的类型不是那个斯斯文文的，我喜欢活泼开朗那种，有那种小脾气的小女生，比较俏皮一点的。两人的午餐很快就吃完了，女生显得有些拘谨，而男嘉宾喜欢的是活泼的女生。相亲特派员看到这一情况，赶紧上前支招。好像今天看我们的女嘉宾比较斯文啊，比较文静，是怎么啦？平时性格比较内向吧，跟就是相对来说不太熟的人，就是会比较内向一点。但是好像据我们了解到，你应该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的人呢。可能是不是紧张啊？还是有一点紧张。是这样啊，像我们男嘉宾呢，还蛮贴心的，他也注意到说吃饭的时候好像你话也不太多，然后呢也跟我们表示，其实也跟你说了，就是想要去玩一些年轻人的一些互动的游戏嘛，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能够让你比较能够适应现在这种状况，然后比较能放得开？然后他刚才有跟你说了吗？是打台球？有跟我说。平时有玩过吗？平时没有玩过。男嘉宾应该是比较熟哈。对，玩得比较好。那我觉得这样，反正也是你提出来的这个活动，那女嘉宾呢，她也没玩过哈，就希望你待会儿在打台球这个环节多带带女生，好吗？还是把这个活跃的气氛给调动起来嘛。年轻人相亲应该稍微要轻松一些，好不好？看来没有感情经历的男嘉宾真是对照顾女生方面显得有些笨拙呀，自顾自地玩了起来，也没有理会一旁的女嘉宾。你可不可以教我打台球啊？我不会。可以。此时女嘉宾终于向男嘉宾开口了，让男嘉宾教自己打台球。可是男嘉宾，你这教的也太不走心了吧？就这么说一说，比划比划，女嘉宾也学不会呀。你用这个摆的到这个晃着。对。是啊。对。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要不然你说女生这样，她又没有打过球的，我看人家一般男生教女生打球，好像就那个手该怎么做，你可以就比划着他那个手教他，他不是没学会吗？你说你大老爷们在旁边就光说，这女生哪里有概念嘛？是不是？
你稍微的就是给他比划个动作，或者说他的手哪做不对，你可以帮他稍微摆一摆，好不好？而不是光站旁边用语言来教他。这个手这样的，就是这样翘着，对，翘着。他蹲多低你也蹲多低，对，你不挨着他就好了嘛，这样对不对？你要跟他说。这个排球去碰这个黄球，对，这你没对准哦。人家手要往前面来一点，就是前面的这个。帮他调整一下那杆儿的位置。这跟这个。哎，对，调整一下。好，这说出去。能行吗？用力，力度不够哈。对，力度不够。慢慢练嘛，就是这样。你要跟女生有些互动，好不好？那个打台球，我还是有点不晓得啷个去跟他一起教。我也不可能一上去都帮他啥子抱到攀到那种的话，我觉得影响不好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互动吧，并没有像其他情侣那样，我觉得还是比较生疏。他也并没有手把手的教嘛，是不是他嫌我笨或者没看上我？两个人呢打完了台球哈，我们呢也分别对你们两个做了一个简短的采访。好像现在男女嘉宾是不是都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有一点。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提出来哈？因为我是觉得年轻人来相亲谈恋爱呢，有什么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的。因为有的时候哈，我觉得谈恋爱当中呢，很多人是，比如说有些女生希望男生能够猜到我在想什么，可是男人和女人的思考方式本来就不一样啊，对吧？你说你倒不如你直接告诉他听，我就是不高兴。所以你现在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男嘉宾听来。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就是不够主动，不够主动，觉得太被动了，是不是？对。来，你看你还得玩这个球杆。对女嘉宾刚刚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该怎么解释？他觉得你刚才打台球是不够主动。我觉得我有点害羞，我觉得男女之间还没有到那种地步，有点太快了。到哪一步？就是搂搂抱抱的那种。因为你要教我们的女嘉宾嘛，我想你们的互动能够更强一些，而不是你就站在旁边光看，好，知道吗？好，就是男嘉宾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解释哈，觉得不太好意思。那不知道这个答案你能不能够接受？还好吧，还好哈。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做选择的环节了哈，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多给彼此一些考虑的时间，好不好？好吗？待会儿呢，静下心来，好好的考虑一下，或者两个人还有没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再聊，再说一下，好。凡人有喜，我们等你。来，回头看一下，后面那边有一个事件的地方，有看到吗？有个事件的地方，看到了吗？好，给你们15分钟够吗？15分钟，够。好，来转过来吧。15分钟之后呢，我会在那个地方等着你们。然后呢，那里会有剑和弓啊。如果你们要选择的是牵手成功，那么就把我们为你们准备好的剑拿起来，然后呢，同时呢射向那个靶心。这个呢就是你们的丘比特之箭，你们的爱情之箭，好不好？那如果选择的是牵手失败，那不需要回来了，好不好？好。两人在思考的时间里，男嘉宾将女嘉宾叫到一旁，说了一番悄悄话。经过交谈后的两人并没有去往射箭场，而是各自留下了这样几句话。刚刚男嘉宾喊我过去谈了一下，第一，我觉得他工资比我低，这点我不太能接受。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也没得啥子兴趣的。刚刚跟女嘉宾过去聊了一下，还是决定今天不牵手。因为我觉得那个女嘉宾没有给我一种很心动的感觉，也不是我所喜欢那种类型的女生，所以我还是选择不牵手。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节目的最后，我们的男女嘉宾竟然没有牵手，为什么要用竟然呢？因为我跟编导的感受，其实我们俩还挺一致的。我们觉得男女嘉宾的外形啊，各方面其实挺般配，但是
可能女嘉宾实在太不像倪妮了，所以无法接近男嘉宾的那个高标准严要求，所以男嘉宾是一直没有看上女嘉宾。但是我觉得男嘉宾目前我看来我觉得你的实力和你的要求真的不太成正比，你真的得多多努力了。最后2个字为什么会谈论到纯洁呢？因为我发现这中间有个很有趣的现象理论上说男嘉宾这样的条件月入4000，然后没车没房，而且24岁，个子也不是很高，不是很帅，条件一般般，在我们的相亲节目当中的话，在男嘉宾里头的话都是就很嗖的那种男嘉宾咯。但是为什么女嘉宾完全不在意他的收入这些硬件上的问题，甚至没有特别在乎？男嘉宾说3-5年之内我都不结婚，你知道好多女孩子听到这句话马上就要闪。那是因为女嘉宾很看重一点，她觉得男嘉宾没有谈过恋爱他很纯洁，他像一张白纸一样，所以他一定不会劈腿的，他可能会忠于我，因为我是他的第一个人那么他就可能会很珍惜我。但是我必须说妹子，你这个是一个谬论，没有谈过恋爱不代表内心就绝对的纯洁，没有谈过恋爱也不代表绝对的忠诚。他是没有爬过树，但是他见过森林而且他还想指望找一棵参天大树爬一爬呢。可能你现在出现在他面前，他也觉得你这个树太弱小了一点，所以没谈过恋爱，我觉得跟纯洁忠诚是不会划等号的。妹子，失恋是一件小事，不要把它当成你人生当中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否则它将来绝对会成为你恋爱成长当中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好，那么在给他们思考的15分钟的这个时间到了以后，男女嘉宾呢是没有出现在我们指定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剑呢就还在我的手上，并没有拿给2位嘉宾。不管怎么说，2位嘉宾最终呢是牵手失败了。其实所有的原因，总的来看就是一句话吧，男女嘉宾都太年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呢，电视机前如果有喜欢他们的嘉宾呢，就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了。凡人有喜的电话是686-115-868。那同时呢，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2维码，通过真爱网的方式是同样可以报名到凡人有喜的节目当中的。那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一下真爱一生幸福仪式周之福珠宝提供的奖品赞助感谢中国珠宝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播出。好的，不要走开，后面还有非常精彩的征婚秀等着您。